什么叫纳甲？我们讲了半天，纳甲战法究竟是什么？所谓纳甲，就是纳天罡。纳当然是交纳、结纳，甲就是什么呢？甲就是天罡的代名词。实际上，它不只是天罡的代名词，它还是天罡地支的代名词。纳甲就是什么呢？纳天罡和地支。比如说我们八卦，比如说我们乾卦、艮卦，比如说乾卦，它就是一个当兵的一个将士，他就是一个将士。那么你要让他去打仗，你是不是得给他配武器啊？干支就是武器，你得为这些将士1爻、2爻、3爻、4爻、5爻、6爻，你要为64卦的每一个爻，你要给他配上武器，他才能够出去战。这个战啊，也是这个战，出战就是出战，要给八卦每一个爻，或者给64卦的每一个爻，你都要配上武器，那就是干支。这个所谓纳甲就是纳天罡，因甲为大，所以以之代表10天罡。实际上不只代表10天罡，就代表10天罡和12地支。纳甲之纳意为结纳结交，纳甲之纳就是结纳结交。那么谁结交？就是八卦，八卦要去纳10天罡，八卦要去纳12地支。八卦纳好了，64卦什么自然就纳好了。八卦中乾坤地位特殊，你看我们这里八卦纳10天罡有一个表，就是阳卦纳阳刚，阴卦纳阴刚。阳卦就是乾卦，乾卦纳甲，甲是阳刚嘛。坤卦就纳乙，总之就是这么纳。阳卦纳阳刚，阴卦纳阴刚。八卦乾，这是阳卦还是阴卦？阳卦。坤呢？震卦呢？巽卦呢？哎，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了没有？为什么呀？这个乾卦它是3根阳爻，是吧？很简单。坤卦是3根阴爻，这个肯定是阴阳嘛。乾卦是当爹的，坤卦呢是当娘的。然后呢，震卦是什么呢？震卦它是几根阳爻？一根阳爻。为什么一根阳爻它是阳卦？以小为贵吧，君才一个，民很多吧，以少为贵。所以说八卦里面阳爻少就是阳卦，阴爻少就是阴卦。你看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巽卦，这个巽卦是阴卦还是阳卦？阴卦。震卦和巽卦它就是一对夫妻，是不是一对夫妻啊？什么叫找对象啊？这就是对象。你看阳阴，阴阳阴阳，所以震卦和巽卦就是一对夫妻。坎卦和离卦它也是一对夫妻，它也是对象嘛。找对象，找对象这个称谓从哪里来的？就从这里来的。我们总说去找对象嘛。阳卦就是乾纳甲，坤纳乙，艮纳丙，兑纳丁，这个东西我们不去管它，没必要去记这个东西。这个东西我们最后都有一张表格，都把你配得好好的了。大家起卦，你起到这个卦，它是什么样的干支，抄下来就好了。我年轻的时候也是自己从头钻到尾，没有必要。在我的书里面都钻得清清楚楚的。起卦起出来什么卦，翻一下那张表就可以了，就够了。我们上一节讲到阳卦，大家都知道阳卦，什么是阳卦了？八卦有4个阳卦，4个阴卦。阳卦纳阳刚，阴卦纳阴刚，这是纳甲的这个规则。乾这个卦是阳卦，它除了纳甲之外，它还纳人。坤这个卦，它除了纳乙之外，它还纳鬼。就是八卦中乾坤地位特殊。乾坤为什么地位特殊啊？它就是爹和娘嘛。然后剩下的是3个男孩子，3个女孩子嘛。我们不是说过八卦？八卦这个是9宫格吧？这个是乾卦是吧？这是坤卦，这个呢？这是兑卦，这是震卦，这个是什么？艮卦，这个呢？巽卦，这个是离，这是坎，就是一家子最好按照这个来住。然后这个是爸爸，这是妈妈，这是小女儿，这是二女儿，这是大女儿，这是大儿子，这是二儿子，这是小儿子。先人都已经考虑到你家需要很多孩子，他都给你分配好了，最好按照这个八卦来住。坤卦就是母亲，所以说长男，震卦是长男，艮卦是少男，坎卦是中男，就是乾卦都在这边，都在这东北方。一父带3男，一母带3女，都在西南方。所以说这个乾坤它是特殊的，它需要纳2个天罡。它为什么乾纳甲呢？为什么要坤纳乙呢？它到底是哪里来的呢？我们说乾它是金啊，
它按道理应该纳金才对，它为什么纳木呢？坤为什么又纳木呢？甲乙都是木啊。我们观念里面就是乾卦是金，它应该跟申酉结合在一起；坤卦是土，它应该跟戊己结合才对啊。金房不这么看，金房就是乾纳甲，坤纳乙，艮纳丙，兑纳丁，这个到底怎么来的？没有人说清楚，这么多年没有人说清楚，我来说，我在书里面把这个问题详细的做了解答，因为他们没有看过这本书。这本书叫《周易参同纪》，是中国历史上几千年来最难读的一部书，居然有人把它翻译成英文，我太佩服这个翻译成英文的人了。《周易参同纪》是东汉道家大学的魏伯阳，这个人太了不起了。《周易参同纪》他把《易经》跟《道德经》跟《黄帝内经》合在一起，然后呢变成了一本什么呢？变成了一本当今之王，就炼丹你要靠这本书。道家炼丹凭的都是这本书。朱熹怎么说？朱熹说他非今人所能解。就朱熹那个时候的今人，那个时候在我们看来水平已经很高的了。南宋的时候，南宋的时候是中国文化最发达的时候之一啊。我们说中国文化2个高峰，第一个高峰在哪里？在周鲁。周鲁在哪里？周就是孟子的故乡，鲁是孔子的故乡，曲阜。周就是今天的周县，山东周县。第2个高峰就在我们福建，就在闽北，就在朱熹的这一片地方。所以说，中国文化的第2个高峰，那个高峰是很了不起的。当时的一个南平啊，一个闽北呀，不知道有多少的大学问家、大学者，一抓一把。就是那个时候，朱熹都说《周易参同纪》不是一般人能够看得懂的。朱熹看他也很艰难，我啃了一遍，不全懂。那么这本书里面提到了什么呢？提到了月相的变化，就是《周易参同纪》里面讲到了月相的变化是这张图。你看初三的时候，初三新月，初一初二有没有月？没有月是吧？它有运，有光晕，那个运就叫什么？那个运就叫霸，你知道吗？霸的本意就是初一初二没有看不到月亮，但你会看到那个隐隐的那个光，那就是霸。这是霸这个字的本意哦。霸这个字的本意就是初一初二的月亮发出的那个淡淡的那个光。初三的新月，初三才能看到月亮，发一阳之光，是不是发一阳之光？大家想想，是不是初三的月亮是不是发一阳之光？是不是有一点点光？是这种形状的，是这样的一个形状的，发一点点光。所以说它是什么呢？它是正卦。正卦你看它就是这样，阳爻就是光，一阳之光，就它的光只有一点点，只有一点点。所以说初三的新月发一阳之光，正如正卦。黄昏时现于西方艮位。你看正卦在哪里？在这里。正卦，正卦发出一阳之光，正卦在这个位置发出一阳之光，在西方艮位。大家记得这个天干地支的位置吗？甲乙在这里吧，丙丁在这里吧，庚辛在这里吧，亥子在这里，是不是这个样子？在艮位，艮位在这个位置，黄昏时现于西方艮位，这就是月相的变化的第一个变化。然后再来初八上弦月，哎，大家知道上弦月、下弦月是怎么回事？你们知道吧？谁能够告诉我下弦月和上弦月怎么判断？上弦月在上半夜，下弦月在下半夜。下半月没有错啊，是啊，上弦月在上半夜出现，下弦月是在下半夜出现，这个是没有错的。上弦月是什么样子的？上弦月就是上半月的月，它是这种形状的。上弦月都是弧形的，下弦月是什么形？下弦月是半月形的。上弦月和下弦月的最大的区别就是一个是弧形，一个是半月形。然后呢，上弦月脸朝哪里？弯的弧形的那边是脸嘛？上弦月脸是朝西的，下弦月应该这么画哈。下弦月的脸是朝东的，上弦月是在黄昏的时候出现，下弦月是在什么？在黎明的时候出现。记住那个脸朝西朝东，记住那个弧形跟那个半月形就可以了，这叫上弦月。初八的上弦月发二阳之光，上弦月是发二阳之光，就像这样子的。初八的上弦月发二阳之光，正如兑卦。兑卦在什么位置？黄昏的时候在什么位置？是不是在丁位？这个是不是丁位？
就大家学了这个以后，学了月相的变化以后，去观察那月亮，一看哦，今天初8，今天13，你们一下子就判断出来了。然后呢，黄昏时现于南方丁未，这就是上弦月。15满月很简单，发3阳之光，是不是发3阳之光？它在哪里？在甲位。15的满月在甲位上出现，在东方的甲位上出现。15满月发3阳之光，正如乾卦，黄昏时现于东方甲位。所以说，为什么乾会纳甲呢？它是根据这个来的。就乾卦纳甲，你看它是根据月相的变化来的。所以金房非常了不起啊！再来，16之月有一阴之缺，16之月在哪里？16之月是不是一阴之缺？是这样子的，这是什么卦？巽卦。16之月有一阴之缺，正如巽卦，黎明时消失于西方的辛位，这个位置是不是辛位？所以说为什么是巽卦纳辛，就是这么来的。这就是16的月亮。然后23的下弦月有二阴之缺，二阴之缺就是这样子了吧？二阴之缺。正如艮卦，黎明时消失于南方的丙位，在这里，黎明时消失在南方的丙位。30之月有3阴之缺，3阴之缺实际上也看不见了。正如坤卦，黎明时消失于东方的乙位，在这里。月相的变化肯定是没有错的，肯定是这么一种状况。金房就是根据月相的变化来决定八卦纳天干当中怎么纳法，比如说乾纳甲，比如说坤纳乙。就是这么纳。这个问题之前都没有人去琢磨。我在这个《周易参同纪》上发现了这张图，当时就笃定金房肯定是根据这个。但是这张图出现的时候，在《周易参同纪》上出现的时候，金房已经死了。就是金房发现的这个月相变化比魏伯阳怎么样更早，他不是抄魏伯阳的，他不是看到魏伯阳的书他才知道这么纳，他在魏伯阳之前他就懂得这么纳。很厉害的一个人，这是纳甲的依据。八卦为什么要纳10天干？给八卦商爻装备干支。八卦商爻为什么要装备干支？给64卦6爻装备干支。64卦6爻为什么要装备干支？为了断卦，就是把这些6爻就好比6个将士，你给他装备上干支，他才可以出去跟你去打仗，是不是？你没有这个干支，他没有办法判断事物。所以说我们老祖宗发明的八卦64卦是一种观测天地的武器，然后天干地支又是另外一种武器，他把这2种武器整合起来，那太厉害了。我们接下来学纳甲，我们会发现除了天干地支之外，还有6亲，还有6灵寿，还有那些星煞，都是纳甲判断事物的依据。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兄弟有个兄弟爻临玄武，就代表什么？代表赌博，代表挥霍，代表不干净的钱。就这些东西就是我们判断纳甲判断一个事物的依据，不是仅仅根据天干，天干还不够，还有兄弟就是6亲，玄武就是6寿。我们说左青龙右白虎，上什么？上朱雀下玄武，中间呢？中间还有勾陈跟腾蛇。过去一听说左青龙右白虎，前朱雀后玄武，这封建迷信。这个东西啊，左青龙右白虎，前朱雀后玄武是谁发明的？是谁最后说出来的？张衡，大家知道那个地动仪的那个发明者，这是非常美的一个发现。青龙就是东方的七宿，就像一条龙，但因为东方嘛它是木，所以说青龙。南方的七宿就像一只鸟，所以像一只雀。那它为什么是朱雀呢？因为南方是朱，南方是红的。西方是不是白虎？西方的星宿就像那个虎，因为它是属金，它是白虎。所以这是中国人非常有智慧的一种杰作，但是我们后人啊，一听说这个左青龙右白虎，就一律打成封建迷信，这是很可悲的。你中国人不懂得自己最优良的这种文化，你还把它变成迷信，这中了西方人的诡计了。64卦6爻犹如一组战士，而干支犹如武器，只有给本卦之卦所有战士装备上武器，他们才能出去战斗，才能出战。就是这个道理。为什么64卦每一个爻要装备上干支，接下来还要装备上6亲，还要装备上6灵寿？6灵寿就好比什么呢？就好比说给他配备坐骑，有的人骑龙，有的人骑鸟，有的人骑老虎，有的人骑乌龟，就是坐骑不一样。然后6亲是什么？6亲就是他的身份，
你是让他当排长还是让他当营长，就身份不一样，武器不一样，身份不一样，然后坐骑不一样，就是你要把他武装到牙齿，他才能够出去打仗。这就是纳甲的高明之处。所以说纳甲为什么是大宗之法呀？就是千百年来，就2000多年来，他断军国大事、断大事，他是最正宗的。其他的梅花，大家想学梅花以后，我们也有梅花课。梅花那就是读书人玩的。吴老师，我们今晚吃什么呀？来起卦看一下今晚有没有酒喝，有没有肉吃，有没有鱼，或者说还有什么其他的蔬菜，还有什么新鲜的瓜果，一卦就可以断出来了。根据一只鸟飞到左边，你起一个卦；一只狗在右边，可以起一个卦。梅花就是玩的，就是读书人，像过去苏东坡啊、司马光啊这些人，他就喜欢玩，大家在一起来占个卦，看看今天晚上吃什么，或者看看明天有什么怪事会出现，这是读书人玩的。但是你要讲到国家，讲到军国大事，那必须有纳甲。纳甲是最正宗的之法，所以说纳甲大家不要轻易用，就是丢了一辆自行车，你也去用纳甲去起卦，实际上这是很浪费纳甲的资源的哈。这就是乾宫八卦48爻表第77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你看乾卦，我们在占卦的时候碰到的64卦都在这里了，乾构遁否，就是64卦，每一卦都在这里了。乾卦的时候，初爻就是纳这个甲子，2爻就是纳甲寅，3爻就是纳甲辰，4爻就是纳壬午、壬申、戌土，就是都给你纳好了。就是我的书里面，我的书就是一本工具书，就是你卜卦卜到乾卦，那乾卦纳什么就抄进去就好了，不用再去重新去装。重新去装是一个很复杂、很麻烦的一个过程，没必要做这样的事情，都是无用功。就是都纳好了，有这张表就足够了。